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跟大家讲装备的事情啦，要怎么去选择搭配，要用哪个装备会比较合适，也是一样，先从骑兵开始。那骑兵其实它紫色的装备就已经很不错了，基本上它这一整套几乎都是攻击的，它除了裤子是生命提升之外，其他都是攻击，在征服赛季也是可以用。但是武器方面呢，其实比较起这个防御的武器，我会更加推荐大家使用这个8%攻击力的蓝色武器，而且这个蓝色武器获得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啊。紫色那个可能你要去找图纸之类的，并且现在新版的水晶科技其实没有必要用到防御和生命提升，比较重要的还是攻击力提升。所以当你们这一整套穿下来之后，你会看到你的攻击力提升是比较高的，有 24.5%， 防御 8%， 生命 11%。这一装备方面呢，我现在会比较推荐使用号角跟战鼓。那假设说你是没有金色的图纸情况下，你们就可以用这本书提升你的部队容量，或者是这个可以选择基础攻击时可以让对方的怒气减少10点。那关于饰品方面呢，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嘛，所以其他统帅其实也是一样的，不管是骑兵、步兵、工兵，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用的话，就选择这两个。只不过工兵的话，你们可以稍微换成这个行军速度提升 8%， 因为他们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有点难接受。那当然这个是低配版的，如果你是没有金色装备的情况下，你可以使用这个紫色的装备，并且是全部都有专属。其实紫色装备弄到有专属也是蛮简单啊，图纸要拿也是随便就拿。但如果你是早期的玩家，或者是刚进入有装备实体的玩家，可能你就可以先参考这一套。但假设说如果你要到了进阶版，我就会推荐你们使用这一套，这里有包括2个失落之地的装备，攻击装、攻击的鞋子。那裤子方面呢，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它这个只有套装有攻击提升，手套的话它就只有生命或防御力提升而已，所以也是没有的选择。但是比较起防御力、生命值哪会比较好一点？至于为什么不选择它套装呢？因为它套装就算是搭配起来也是提升防御跟生命而已，我们最主要的还是攻击。如果你直接拿套装，它的生命跟防御提升太多了，对你战场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输出。当然如果你没有拿到大宝剑的图纸，也是可以拿这一把的，但是我不推荐啦，因为你金色装备你做了之后要分解又很浪费你的材料。至于 VIP 商店那边买到的那个武器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啊，各位也不用去买，浪费钱。至于步兵方面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你们如果想要低成本的话，就只能选择这一套而已。武器、衣服跟头盔是正确的，但是它其他部位提升的就是很像生命值啊，又或者是防御力，这个没有办法，你们只能暂时用这些，总比完全没有穿还要更好嘛。手套方面也是防御值提升，但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用这一套啦，因为它那个生命跟防御提升太高了。步兵如果伤害不够的话，他的统帅就吃不了，就很像刘彻、白起他们这种重击伤害的统帅，其实很依赖攻击的提升。但是进阶版玩家应该要选择哪一套装备呢？其实有失落之地的装备跟套装啊，我会比较推荐大家使用套装的那一套。当然失落之地的装备也是可以，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失落之地的装备换算下来值不值得，因为失落之地的装备用到的那个材料会比较多一点。这里它用套装，它是有额外的提升部队防御力加 3%， 然后步兵的攻击力提升 5%， 像它这边护盾提升 20% 嘛，如果你换成了雷神之锤，它也就是提升 5%， 就相当于你套装的这边 5%， 所以没有必要特意去更换了。至于头盔方面，原本提升 11%， 如果换去失落之地的装备之后就提升 5%， 就多了 4%， 其实这边 3% 也是可以接受的。最重要的就是它提升了 10% 的行军速度，所以换算下来，以它的成本来计算，以它的争议来看的话，其实这一套帝国永恒的装备会比较值得一点。至于饰品方面，当然如果你是用重击伤害的步兵呢，又或者是你有拿去做机
集结会被人家围殴的情况下，你可以换成其他的，就比方说你可以使用这个橘色的项链，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5%， 或者是可以选择反击书，反击伤害提升 8%。 至于其他的像最近有推出的新的装备呢，其实没有什么用，已经试过了，还不如你用回之前的，像是战鼓跟号角，让他们更快的释放怒气也是可以。最后来到了工兵，他的紫色装备就没有的选择，就只有这一套而已，并且他的紫色装备呢是在其他兵种里面最少攻击力提升的这个没有办法，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数值算出来，最高提升的居然是防御力，其他兵种其实最高的就是攻击力，因为本身工兵的输出就很高哦，所以他的装备都是设计在防御跟生命那边，这个是比较成本低的选择啦。但如果你们有足够的资金图纸的话，当然可以选择金色的装备。金色装备要选择哪一套呢？因为工兵的装备比较特殊啊，就是你用这一套跟用这一套的差别其实不是到很大啦，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差别在哪里。那首先可以看到，如果你是用回龙息套装，然后只是换掉它的武器跟头盔的话，它这边攻击力相差一个 6.5， 就是比这一套还要少了 6.5 的攻击，但是它的防御是比较高的 7.5。 至于生命那边少了 1%， 但是它多出来一个技能伤害加 3%。 至于这一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散装呢，它只是提升了一个 15% 的经验值，这个没有用的，你用来没有用的。虽然它这边攻击是比较多，但是换算下来其实部队的攻击力加 3% 可以覆盖了这边一半的攻击嘛，就是我还差一个 3.5， 但是它这里有一个 3% 的技能伤害提升。各位也知道工兵是很依赖技能伤害提升的，而不是在攻击上面，比较起攻击，技能伤害的提升会更加需要，尤其是像秦始皇这样子的统帅，他每一个基础攻击就等于是技能伤害了，所以比较起这一套，其实工兵更需要这一套装备。这样假设说，如果是失落之地装备加龙息套装4件，还有龙息套装整件的话，哪一个会比较值得一点？换算下来，就是失落之地的装备其实也没有这么值得。你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攻击虽然是比较多一点啦，但是它的生命值比较少，防御力也比较多一点。但是这边套装6件算下来是有一个 5% 的工兵生命值提升，所以就讲失落之地加这个龙息套装的提升，其实提升的很微妙，但是它用的材料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啊，像它的头盔跟它的武器会比较多，所以如果是你们成本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其实可以用套装来做替代。但是如果你想要稍微提升高一点点的话，你们就可以换去失落之地的武器还有失落之地的头盔。至于饰品方面，你们可以选择这个蓝色的项链加号角，又或者是号角加战鼓都可以。但其实给我选择的话，我会比较偏向于用这一套啦，除非像你的秦始皇是搭配李成桂而不是搭配诸葛亮。那如果你是搭配诸葛亮的话，其实你的怒气是已经足够了，你就可以使用这一套，并且是用这2个饰品。但假如说你是秦始皇搭配李成桂的话，你就要换成这一个饰品了，因为李成桂恢复怒气的速度没有诸葛亮这么快。至于远程统帅，其实要求很低而已，你们甚至都可以用蓝色的装备加紫色的装备去玩。那远程的饰品的话，你们就看有什么饰品可以用吧。一般我会选择这个反击伤害的项链，当然这个是比较低成本啊。那假设说你有多余的材料可以给你的远程做的话，其实你可以选择紫色的装备。那紫色的装备这边有分成采集的装备，还有专属于工程车的装备，我会比较偏向于工程车的装备优先做掉它，这样子就一整套远程的装备了。不过比较起金色的，它还是稍微攻击力少一点的。为什么要选择远程的这一套呢？因为它的行军速度提升的会比较快一点，这边提升 8%， 然后如果是讲全部兵种的话，这边又额外提升 5%， 加起来就是提升 13% 的速度提升。当然这边 5% 的提升是因为那个起子啦，因为远程真的如果你没有用套装，没有用远程专属的装备的话，是真的跑得很慢。我有试过用其他的装备了。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提升的高一点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使用领袖装备。那当然如果你非常有钱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换成金色的。那远程的装备呢，也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啦，就只有这一套会比较推荐一点，因为其他的装备呢都是没有速度提升。当然你还是不确定你到底要做哪一套的话，你就直接做领袖的装备吧。领袖的这一套其实也是可以用，但是我先提醒各位，真的很慢很慢很慢，就算它有加成也是在不同的兵种上面，就比方说它这个是
骑兵嘛，步兵，工程车，工兵，工程车，就只有2件是工程车的。但是你们看这一套远程的装备，它这里提升了多少的速度？24%。我们把这个拿掉，都还是提升的比这一套还要更快，并且有试过啊，如果你这一套穿下来，其实可以跟步兵的速度差不多，甚至如果你有专属，可以超越步兵。所以暂时来讲，你的远程装备没有的选择，就只能选择这一套。但是饰品方面呢，你们也可以换成别的东西啊，你们可以使用反击书，又或者是使用这个橘色的项链，因为现在用重击伤害的远程嘛，假设你不是重击伤害的话就没有关系，你就用回这个反击书，然后搭配号角。当然如果你不要反击书的话，也可以用号角加战鼓也是可以。然后刚好你旁边也是有一些远程的队友，就用这一套就行了。至于马鞍的话也是可以用，但是我去问过了98，他讲实际感受下来没有这么好。或者是你们可以把战鼓换成羽毛也是可以，羽毛有试过，它的效果其实是不错的。OK， 那么以上就是装备方面的推荐啦。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如果哪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